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姐厨房，我是刘姐。今天用糯米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，大家不妨试试这种做法，比种着好吃，上桌就抢光。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500克的糯米，把它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。洗净后控出淘米水，再加入清水，给它浸泡4个小时左右。接着，我们再准备300克左右的红豆，把它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红豆，先给它清洗一下。红豆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，夏天吃红豆还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。洗净后控掉脏水，再加入清水，给它浸泡4个小时以上。这是浸泡了4个小时的糯米，已经变得胖乎乎的了，用手轻轻一捏就碎了。然后再给它清洗一下，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电饭锅内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糯米，没过糯米1厘米的地方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按煮饭功能键，大概需要煮40分钟左右。这会儿我们的红豆也泡得差不多了，已经变得胖乎乎的了，再给它清洗一下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蒸锅中，给它铺平铺均匀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0分钟左右。趁这个时间，再准备把红枣，把它放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面粉，用手给它抓拌均匀。红枣从晾晒到包装，表面都会吸收很多的杂质和细菌，如果清洗不干净就食用的话，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多的危害。然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，把红枣表面的灰尘杂质给它清洗干净。加食盐，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。加面粉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够很好的吸附掉红枣表面的杂质和细菌。洗净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把它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。洗净后再控水捞出，把它装入盘中。这时候的红枣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，然后用剪刀把红枣给它对半剪开，再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给它放到一旁备用。这时候红豆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取1颗红豆，用手捏一下试一试，如果能捏碎就已经熟了，像这样一捏就碎了，说明已经熟了。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，倒入盘中，放凉备用。另起锅，不用放油，放入50克的白糖，再放100毫升的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开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白糖融化。开始会冒这种大泡泡的，慢慢的会变成越来越密集，直到出现这种密集的小泡泡，然后给它转最小火，再把放凉的红豆倒进来，用铲子给它快速的翻炒均匀，翻炒至糖浆变得粘稠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出锅了。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，像这样我们的甜蜜豆就做好了，给它放到一旁备用。这会儿我们的糯米饭已经蒸熟了，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浓浓的糯米香味真的是太香了。用勺子给它翻拌一下，像这样就已经蒸熟了，先给它放到一旁备用。
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长方形的模具，在底部铺上一张吸油纸，舀几勺糯米放到模具中，用铲子给它铺平铺均匀，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像这样给它压一压。戴上手套，糯米饭就不会粘到手上了，给它压平压紧实就可以了。接着放上刚切好的红枣，给它铺平铺满，铺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用手再给它按压一下，然后上面再放上一层糯米饭，用勺子给它铺平，然后再用手像这样给它压一压，压得紧实一些。压平后，再放上刚刚做好的甜蜜豆，同样给它铺平铺均匀。也可以放自己喜欢吃的干果，或者是葡萄干、蔓越莓干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添加就可以了。然后上面再放上一层糯米饭，用勺子给它铺平。铺平以后，再盖上一张吸油纸，用手像这样给它按压，给它压得紧实一些。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。这会儿我们的红枣糯米糕就已经蒸得差不多了，糯米的香味扑鼻而来，真的是太好闻了。把它取出来，上面的油脂先不要撕下来。准备一个大一点的模具，把它压到上面，在上面再放上一盆清水，给它压2到3个小时。3个小时以后就已经好了，然后把它倒扣在面板上，再把底部的油脂给它取下来。切的时候给它切成3厘米左右的长条，装入盘中就可以直接开吃了。再撒上一些白砂糖。非常好吃的红枣糯米切糕就这样做好了，吃起来软糯香甜又有嚼劲儿。这样做的糯米切糕比粽子简单，而且比粽子还要美味好吃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